大家好，欢迎来到风铃情感频道。您的点赞和订阅是我更新下去的动力，谢谢您。凌晨2点，接到乔晶晶的电话，让我给她的新男友送份炒面过去。等我答应后，电话那头一阵哄笑：“陈峰，你还真是最甜的狗。”他不知道，我是他妈妈花钱雇来的玩伴。今天就是我工作的最后一天。乔晶晶点名要西街路口231份的豪华炒面，离我家大概45公里。我知道他们也不是真心想吃。1周7天，他们能有6天晚上不睡觉，给我打电话要这要那，还必须得是立马就给他送去。最过分的一次，他说自己喘不上气，需要2个氧气瓶。我不懂这些，只能大晚上开车跑遍了半个城市去找他要的东西，当然是一无所获。等我去他家，想着赶紧把他送医院的时候，才知道他只是在大冒险，赌我会不会上当而已。他从不在乎我第2天有没有课，会不会迟到，被老师惩罚，只想证明他很抢手，甚至有一个无条件爱他的舔狗，可以被他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我在心里默念了3遍钱难挣使难吃，然后默默点了一份最近的外卖，撕掉订单号，又从冰箱里捞出2只晚饭剩的虾，晃晃悠悠地朝着乔家走。外面下着瓢泼大雨，我站在门口收起伞，故意淋了一会，让自己看上去更加狼狈。只有这样，乔晶晶看到才会高兴。她就是要用艰难的条件来证明别人对她的包容度。开门的正是乔母，她面色难看，见到我悠悠地叹了口气：“小峰，真是辛苦你了。”我搓了搓冻红的脸，笑得真心实意：“没事，阿姨，您尾款记得结就好。这可是我的财神爷，自然得对他好点。”乔阿姨点了点头，把我拉到一边，低声开口：“这张卡里有500万，你等会就回去休息吧。阿姨会跟他说你出国了，当初我只是想让他开朗点，没想到剩下的话都被他咽了回去。”因为乔晶晶和她现任男友赵和杰已经从楼上走了下来，正一脸讥讽地看着我：“兄弟，你也太贱了吧！哦，差点忘了，你是舔狗，是落汤鸡，就唯独不是人，哪来的什么自尊心呢？”说完这句，两人笑成一团。赵和杰看了看我，又继续开口：“是西街的吧？我家晶晶心疼我，要最好最贵的海鲜炒面。”我点了点头，把炒面递了过去。乔晶晶笑着上楼，和房间里的人打趣道：“我就说吧，只要我开口，下刀子他都得来。”房间里似乎还有很多人，我听见有一声清丽的女音问他：“乔晶晶，你这样太过分了，怕什么？只要能见我一面，陈峰就该感恩戴德了吧？舔狗不就是用来使唤的吗？”我嗤笑一声，和乔阿姨打了个招呼走了。其实一开始的乔晶晶不是这样的，她小的时候被保姆虐待，被掐着嘴巴喂肥肉，关在房间里辱骂。等乔家人注意到的时候，她已经变成了一个有自闭症的小胖墩。15、16岁的年纪，将近200斤，已经大大影响了健康。上流圈子里本就现实，乔晶晶在圈子里没少被嘲，动不动就一个人跑出去，任由家里人天南地北的找。直到有一次，我夜跑的时候发现了乔晶晶，她站在河边，一步步往里走。秋天的河水很凉，也很腥，我把她救了上来，送回了家。从此，乔晶晶就彻底沾上了我。我打球，她就在不远处看着。我考上了现在的学校，她第2年就跟了进来。对于这个小尾巴，我无奈，却也打心底里觉得她可怜。如果不是真的绝望，谁会选择这样的自杀方式呢？我也只是个少年，正是同情心泛滥的时候，只能默默允许了他的靠近。那时候的我也是真心拿他当朋友，希望他赶快好起来的。谁知道他却得寸进尺，到处说我喜欢他，造谣我正儿八经谈的女友是我爱而不得，退而求其次的替身。我连小手都还没摸到，就被人家甩了。后来乔阿姨就出现了，她说我对乔晶晶很重要，知道我谈恋爱，乔晶晶哭了很久，所以她愿意给我1000万，只要求我满足她的一切愿望，并帮助乔晶晶恢复自信。1000万啊！
人总不能为了尊严名声，连钱都不要了吧？在那之后，我对乔晶晶随叫随到，陪着她运动减肥，不停地激励赞美她，成功的让乔晶晶对我变了个态度。她有了追求者和跟班，渐渐变得趾高气扬，还说我是她所有舔狗里最舔的那一条。为了证明这一点，她每次谈了一个新的男朋友，就要喊我去送一次计生用品。每次等我到了，她还要跟男朋友炫耀一下。虽然我根本记不住她男朋友们的名字，却还是摆出一副受伤的脸，主要是困的。乔阿姨对此很愧疚，总是会给我转个几万块奖金作为补偿，这才让我对夜班的怨念小了点。反正我又不喜欢乔晶晶，她对其他男人越上心越好，只恨那些流水的男人太没本事，没有一个能抓住乔大小姐的心房。好在我终于可以摆脱她，带着乔阿姨给我的1058万开始全新的生活。迷迷糊糊间，我接到一个电话，说是乔晶晶喝醉了，让我过去接她，找乔家的司机或者找她男朋友，以后乔晶晶的事不要再来找我。说完，我直接关机。再醒来时，微信未读99加，其中有45条都是乔晶晶发的，其余的大多是一些人的慰问。兄弟，你终于不舔乔晶晶了，可喜可贺！哈哈哈哈哈！昨天你关机，乔晶晶在酒吧发疯，我全都录下来了，下次带给你看看。陈峰，你还是不是人啊？乔晶晶好歹是个女孩子，你不去接她，就不怕她有危险吗？我指尖停顿，直接回复：真的吗？酒吧这么危险啊？那她干嘛还去？追求刺激，怎么不去动物园里喂老虎呢？她男朋友都不接她，为什么找我接她？我是武松吗？然后把说这话的人和乔晶晶一起拉黑。现在就算乔阿姨再找我续费，我也不会再同意了。这丫头太作，小爷有钱了，不伺候了。我用那笔钱在软件园里开了个工作室，刚毕业的同学们凑在一起，有干不完的劲。软件很快就进入了测试阶段，在各大平台上得到了不少内测用户的好评，随时准备上线。可就是这么关键的时候，乔晶晶自杀了。她的朋友在网络上指名道姓地谴责我是玩弄感情的渣男，对乔晶晶断崖式分手，和另一个女生无缝衔接。被她误伤的是工作室中负责运营的员工，平时一起出去吃过几次饭，就被他们造谣成了行为不检的小三。当初和乔妈妈是签了保密协议的，我没办法，只能给她打电话询问是否公开交易的事情。可她接了电话后，却反过来对我一通谴责。陈峰，晶晶是任性了些，但阿姨没有亏待你吧？你怎么能拉黑她，还把她一个人扔在酒吧呢？现在晶晶不吃不喝，还趁我们不在家割腕了。你这人怎么这么冷血？一番话说得我直翻白眼。当初还觉得这乔阿姨是个正常的，没想到是家传的道德绑架，顿时也没了询问的心思，直接反问道：乔女士，您的意思是用这1000万买断我得一辈子吗？她跟着自己男友去酒吧，你们不怪她男友，反过来怪我，是想向我证明人善被人欺吗？如果我当年没有救她呢，是不是就不会遇到这些个糟心事了？受害者是我，麻烦你问问自己，如果我是你儿子，你会愿意我被这种小姑娘纠缠吗？电话那头停顿了片刻，似乎知道自己不占理，又放柔了声音：阿姨知道你这几年过得辛苦，要不这样，我再给你加500万，你再回来陪陪晶晶吧。就当是可怜可怜阿姨，我就这一个女儿，看到她躺在床上，出气多进气少的，阿姨心疼啊。我没有应她的话，只是学着她的语气，也跟着浮夸起来。这些年为了满足她的愿望，每天都只能睡2-3个小时，就会被她叫起来做这做那，你也不想看到我猝死的新闻，影响乔家股价吧？阿姨，你知道这个软件代表着什么吗？这是我们整个工作室12个有志青年的梦想，这是500万就能买到的。现在被你女儿毁了，我们都很心疼啊。不如阿姨先就乔晶晶上网诋毁污蔑我们工作室的事给我个交代。等乔晶晶醒来的时候，我正好在她病床边上剥橘子。
他愣了一瞬，眼里瞬间就亮了起来，像个脆弱的白瓷瓶。但下一秒，他一开口，就让人想给他2个嘴巴子。陈峰，谁给你胆子的拉黑我？你信不信，下一次你不接我电话，就只能看我的尸体？关我屁事！反正我也只是和乔阿姨定好了交易，我来看乔晶晶最后一次秘密协议的事情作废。要不是阿姨特意强调了不能太激进，怕乔晶晶想不开，我都打算直入主题了。我看都没看她伸来的手，直接把包好的橘子放进了自己嘴里，酸甜的口感在嘴巴里炸开。我又拿起一个新的橘子放进了她的手里。你自杀能威胁谁？只能威胁到爱你的人，这个范围里不包括我。我希望你振作一点，也为其他人想想。想吃的话自己包。其实合同结束之后，我也想过这个问题。明明一开始我和阿姨都只是好心，想帮助乔晶晶从自闭症中走出来，可她怎么就进入另一个极端了呢？是不是从一开始这个方法就错了？无止境的包容只会让她变得虚荣势利，那种短暂的满足感不仅救不了她，还让她变成了现在这样讨人嫌的熊孩子。我一抬头，橘子猛地砸在我鼻梁根，软软的，倒是不怎么痛。但是乔晶晶已经开始发疯了，她疯狂地砸着床，怒视着我。自己包，这就是你哄人的态度吗，陈峰？以前我胖，你看不上我，我知道。现在我变漂亮了，你又过来追我，就该摆正自己的位置。你只是我的舔狗，就得24小时开机，围着我一个人转。乔晶晶现在也不算漂亮，但是白皙清秀，又有点小钱，总会引来几个爱占便宜的人捧着。那些自卑，在后来的夸赞里极端膨胀，变成了自负和傲慢。他有意识地屏蔽了自己一开始的模样，那个虽然胖，却是善良的乔晶晶。我记得他偷偷摸摸地往我桌子里塞进口零食和运动饮料，然后又扭扭捏捏地快速跑掉。他还给我写过情书，我看到了，曾经也很认真地考虑过。可是后来我撞见他像是个小太妹似的去扇我同桌的巴掌，原因是对方太渴了，问我借了2口水，不对嘴的那种。他觉得人家对我有意思，是在故意勾引我，所以花钱贿赂了一堆女生去霸凌人家。我不知道是谁把他变成这样，但现在的他太偏执，太可怕了。就像此时乔晶晶清秀的脸扭曲着，像是终于见到了寻找多年的杀父仇人那样，朝我怒吼着，喋喋不休地数落我的不是。他说我不够高，不够帅，对他还不够诚心，处处都不好。可我做错了什么呢？就算以前的我天真，想过要挽救这个女人，现在也累了，清醒了。其实人大多数时候能管好自己已经很难了。对于乔晶晶的所有同情都被她耗光了。我慢条斯理地把她扔过来的橘子剥开，放进了嘴里，然后又抓起了那一整袋橘子。既然你不吃，那我就带走了。乔晶晶，我只是答应你妈妈来看你一眼，不是答应跟你结婚。我怎么样，跟你有个毛线关系？去过医院之后，我就发了一篇声明，澄清自己只是收了他妈妈的费用，当一名随叫随到的玩伴，而他也一直和朋友称呼我为舔狗，从未有过交往行为。换句话说，本人只是在劳动期限结束后果断离职了而已。网络上的评论自然是好坏参半，有人说我收了钱却不管售后，有人说好的钱老板就应该和前任一样安静，还有人对我的薪资表示好奇。但我都没有去管，发完声明就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软件的后续开发中，甚至为了躲避那些共友，直接换了一张电话卡。结果乔晶晶联系不上我，直接带了人手来撬我们办公室的锁。等我们的人第2天上班，所有的电脑都被他砸了，就连网线也被剪断。乔晶晶众星捧月地坐在中间，翘着2郎腿看我。你离开我，就是为了搞这些是吧？那现在你什么都没了。陈峰，既然你是我妈雇来陪我玩的，就继续陪我玩下去呀。我不在乎你是因为什么来到我身边，但当年从你救我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要属于我。妈的，神经病啊！我忍无可忍，毫不留情地回怼。
所以你是在告诉我，当初就应该让你死在那个腥臭的河里。乔晶晶一愣，忽然浑身颤抖，哆哆嗦嗦地开始流泪。可我刚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说话太过分了些，他又开始声嘶力竭地怒吼：陈峰，你混蛋，你还是人吗？我对你这么好，你却想让我死，我不会让你好过的，我不会让你好过的。打，给我打断他的腿，就算是捆，我也要把他捆在我身边。原本围在他身边的几个人闻言立刻朝我冲了过来，但我这边也有12个员工，他们几个沉迷酒色的，反倒是被我们先一步制服。乔晶晶瞧见了，趁我不备就往前冲，却被旁边的女员工挡了下来。清脆的巴掌声响起，女生的脸几乎是一瞬间就红肿了起来。许嫣，果然是你，你这个不要脸的臭婊子，我请你吃饭，送你衣服，你却抢我男人，还引导别人网暴我，信不信我找人轮了你？此话一出，所有人都瞪大了双眼，全部不敢相信这种话居然是从一个女人嘴里说出来。我立刻上前把许嫣拉到身后，戒备地看向乔晶晶，可她却红了眼，一副很委屈的模样。你保护她，你知不知道她是个心机女？许嫣她家里是卖猪的，吃我的用我的，结果一转头就是我男人，我凭什么不能教训她？首先，我不是她男人，其次，我和许嫣清清白白，就是纯洁的上下级关系，我自然不能允许她这样乱讲。刚想开口制止，许嫣却从我身后又钻了出来。乔晶晶，你什么时候能改改你的自以为是？那些衣服包包，我跟你说了很多次我不需要，你每次都要当着一大帮的人送，好证明你人美心善，我也不好意思拒绝，只好收了下来。后来你有看我穿过吗？每次我都让人捐给希望机构，再把钱打到你卡上，这么长时间你都没注意到自己卡上的余额吗？还是说反正只多不少你就没有管过？对，我家不仅卖猪，还管食品加工，我根本就不缺钱。这么长时间你一直在学校里造谣我一身猪味，我都忍你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妈妈，每次你妈妈都会来找我道歉，求我不要跟你计较。乔晶晶，你是22岁，不是2岁，能不能不要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现在立刻给我道歉，把工作室所有的地方恢复原样，否则关于你造谣诽谤并损坏他人财务设施的律师函就会寄到你们乔氏集团。你可以试试，到底是你们家的顾问厉害，还是我们家的律师团能告到你们破产？乔晶晶脸色铁青，喃喃自语着不可能。可是她很快就像是想起了什么，带着大家伙一起离开。片刻的寂静后，不知道谁第一个发声：嫣姐，苟富贵，勿相忘。谁都没有想到，我们这么小一个工作室，居然还藏了一个富二代。许嫣有些不好意思，请我们一起去吃了高档自助海鲜，结果却在餐厅里遇到了赵和杰，他的怀里搂着一个新的女伴，大大咧咧地朝我们走了过来。哟，这不是究极舔狗陈峰吗？还有许嫣啊，你们两个怎么走到一起了？我就说你怎么动不动就帮陈峰讲话，原来是看上这小子了。就你们俩，一会能有钱付账吗？不如喊句好哥哥，我来替你买单。他说着就要上前摸许嫣的脸，却被我直接捏住了手腕。之前他仗着乔晶晶，动不动就对我吆五喝六的，我全都忍了。可是现在哥已经刑满释放了。赵和杰，你是鸡还是犬？跟着乔晶晶升天，都忘记自己本来是个什么东西了。可能是小时候被圈子里的人嘲讽怕了，乔晶晶找的男友基本都是家世一般的。赵和杰更是如此，本来拿着学校里的贫困金，班级里的同学经常轮流请他吃饭，后来攀上了乔晶晶，就开始吃香喝辣，反倒是开始瞧不起其他同学。对于这种忘恩负义的人，根本用不上好脸色。见我真的打算揍他，许嫣忽然凑了过来，在我耳边轻轻说了一句什么。鼻尖猛然闻到他身上的香味，淡淡的，很好闻，不像是香水味。回过神来，就看见许嫣俏皮地笑了笑，
又转头去看赵和杰。好啊，我们还有10个人去拿餐了，一共18000，你现在帮我付？不会吧，不会吧，你该不会付不起吧？要不你叫声奶奶，这事就算了。乔晶晶每个月给他的转账也就1万块左右。赵和杰知道他换男友的速度很快，怕要多了会被嫌弃，一听许嫣报出这么高的数字，脸瞬间就绿了。旁边的女伴转头看了看他，又看了看许嫣，忍不住笑了。学长，你该不会没钱还学人泡妞吧？真晦气，以为你跟着乔晶晶捞了多少呢？他说完，大概是怕赵和杰让他买单，转身就走了。赵和杰立刻就追，嘴里嚷嚷着他饭吃了，说好还要去的私人影院呢。可惜我们却没有放他走的意思。许嫣笑眯眯的，像一朵外表美艳的食人花。还没叫奶奶呢，还是说今晚我们全场消费就由赵公子买单了？赵和杰满脸通红，不情不愿地叫了一声奶奶，但许嫣却没有轻易放过他的意思。听不见，既然要叫就得跪着叫。奶奶的乖孙子，老老实实磕个头，奶奶给你压岁钱。话音刚落，我一脚踹上赵和杰的膝盖骨，扑通一声，他滑倒在地，自暴自弃地喊了一声奶奶。我们的员工早就拿着餐盘回来，围在一边看戏呢。见到这一幕，他们全都笑了起来，还拿出手机摄像，气得赵和杰落荒而逃。许嫣撇了撇嘴，忽然感慨一声，可惜了，还没磕头呢。我兜里正好还有2个钢镚，正好赏给他。不过大家得快点吃了，赵和杰跑了，估计乔晶晶一会就得杀过来。他说着朝我看了过来，眼里带了几分同情。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惹了他，但乔晶晶对你确实很不一样。许嫣这话没说错。学校里流传了一句话，叫流水的男友，铁打的舔狗陈峰。乔晶晶换男人的速度很快，最短的不过1夜，最长的也不过1个半月。像赵和杰这样40多天的，已经算是很受宠了。而他受宠的原因，就是很会配合乔晶晶，和他一起嘲讽打压我，以别人的痛苦取乐。这2人真是同一个垃圾堆的产物。果然，我们才刚刚结账出门，就在门口看到了乔晶晶的跑车。赵和杰就坐在副驾上，许嫣见到了他，还很有礼貌地伸手打招呼：孙子，你又来啦？是不是刚才忘记给奶奶磕头，现在来补上啊？我有些诧异地看向许嫣，没想到她平时都不怎么说话，一张口就把人往死里整。果不其然，赵和杰满脸通红，愤怒地告状起来：晶晶，许嫣真是疯了！我刚才就是让她别跟那只舔狗走太近，她不停还威胁我，说要造谣我和别的女生出轨。亏我们平时对她那么好，真是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乔晶晶大概还没告诉她许嫣的身份，她从车上下来，径直走到我的面前，甚至没有分给赵和杰一个眼神。陈峰，只要你跟我走，我可以既往不咎。如果你不喜欢，以后我不会再贬低你，也不会再找新的男朋友，我甚至可以跟你结婚，每个月给你50万，只要你乖乖陪在我身边，我都可以给你。我忍不住嗤笑一声，被他认真的语气逗笑了。为什么他觉得我会愿意给他当男宠，还得是感恩戴德的那一种？到现在他都没有学会尊重别人。我深吸一口气，刚打算说什么，就看见许嫣忽然靠了过来，挽住了我的手臂。哥哥，他才给你50万，好抠门哦。虽然人家只是个卖猪的，没有什么钱，但人家愿意给哥哥100万哦。呜呜呜，他还瞪我，好凶凶，不像人家只会心疼哥哥。许嫣是故意的。他掐着嗓子，阴阳怪气，脸上还带着一股天然的嘲讽。可许嫣本来就是学校里的校花级人物，长得像是刘天仙和胖迪的结合体，哪怕毫无偶像包袱，也是惊人的好看。站在我这个角度，可以清晰地看见赵和杰的表情，从愣神变为惊艳，最后再到愤怒，感觉再多1秒就要开始阴暗爬行了。我勾了勾唇角，配合地将他搂进怀里，哄他得1000万，哄你我愿意倒贴。
乔晶晶冲上来想把我们分开，可许嫣也是个机灵鬼，趁机缩到我的怀里，语气更嗲了。哎呀，干什么呀？想打人呀？我好怕呀！大小姐怎么这么蛮不讲理啊？你跟哥哥非亲非故非恋爱，还不允许人家谈个女朋友啦？原本就娇气的乔大小姐被许嫣嘲讽的眼眶通红，却还是倔强地站在原地，紧紧盯着我。陈峰，你真的喜欢他？你喜欢他，当初干嘛要来招惹我？你说的对，我还不如死在河里。是你自己要当好人，是你要救我的，你就应该对我负责。你凭什么给我希望，又重新把我推回地狱里去？乔晶晶根本没办法沟通，只认准了一个理，就是当年我管了他，就应该要管到底。就连警察赶到之后，也被他的理论弄得无语，直接将人请了回去。据说当晚，乔晶晶又是到了凌晨才通知乔阿姨，离了我以后，乔阿姨才几天，就像是老了几十岁，精气神都被抽干了。这一次，面对许嫣的强势，乔阿姨抹着泪，承诺要把乔晶晶送到国外，接受最好的心理治疗，以后都不让她回国纠缠我们了。对于我们工作室的损失，乔氏给了500万的封口费，并愿意和我们合作，第一个购买并接入软件，算是给我们铺路。至于赵和杰，没有人搭理他。失去了乔晶晶这个钱篓子，他又恢复了入不敷出的生活，偏偏之前还把帮助他的同学都得罪光了，现在连饭都吃不起。因为所有人都见过他铺张浪费的样子，补助金也被收回，没多久就灰溜溜的退学了。听说回家以后，他做了个看场子的打手，泡妞的时候遇到了狠角色，被人打断了第3条腿。我和许嫣的关系也因为这一次的闹剧，好像进了一个台阶。他会在过马路时自然牵起我的手，然后顺势挽起胳膊，在我投去疑惑的目光时，又俏皮的笑。怎么啦？抱都抱过了，还不能牵手啦？你一个大男人，别这么小气。中午在工作室吃饭时，他也会过来喊我，周遭的同事总是会在这时笑得很暧昧，很自觉地让开。直到那天，家里人说要给我相亲，许大小姐终于忍不住了，她红着眼眶指责我，渣男，抱都抱了，亲都亲了，居然不对我负责。我被她说的发笑，几乎是下意识的回答，别乱说，哪有亲过。下一秒，唇瓣上拂过一个香香软软的东西，许嫣快速后退，又开始假装抹眼泪。你看，还不承认，渣男。我明白了，男人嘛，还是要主动一些的。所以这一次轮到我逼近，按住他的后脑勺，进行了我们之间的第2个吻。后来他翻着白眼，怪我不开窍，原本想等我对他表白，结果他再不表明，就怕我真的相亲结婚去了。我也笑，把他搂进自己的怀里，拍着后背安抚着。对呀，我女朋友很勇敢，所以奖励一个帅气有为的男朋友。每当这时候，许嫣就会笑着骂我自恋，然后把红彤彤的脸蛋磨蹭进我怀里，舒舒服服地找个好位置抱着。直到我们在压马路的时候，遇到了赶来 A 成了岳父岳母，他们的视线在我们交叠的手上停留了一会，重重哼了一声。真是女大不中留，家也不回，成天窝在那个小工作室。许嫣就扁着嘴，把我的手握得更紧了一些。爸，我们的工作室不小啦，现在都已经扩张到30人了，30人就够你开心了？没出息。说罢，许父狠狠瞪了我一眼。不过对于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确实还可以。有空让小妍带你回去吃顿饭，聊聊投资的问题。许家的父母很开明，虽然不爽我带走了他们的宝贝女儿，却真心实意地帮扶我，在商业发展上也给了我不少提点。第2年，公司的运营就更上了一层楼，第3年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独栋办公楼。我和许嫣的婚礼上，乔晶晶来了，她变得很是消瘦，脸颊深深地凹陷了进去，一出现就痴痴地望着我，嘴唇张了张，却只是叹息一声，放下一个很厚的红包。这是我自己打工攒的钱，陈峰，我现在懂得尊重人了，可好像太晚了。说到这里，
他转头望了望许嫣，语气里忽然带出几声悲鸣。许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陈峰的呢？是因为我吗？如果那个时候我不那么做，你们就不会在一起，是不是？许嫣沉默了片刻，在他的视线中还是点了点头。他拍了拍乔晶晶的肩膀，声音很轻柔。陈峰告诉我了，他那时候对你好，是因为你生病了。我不想刺激你，可当时的确是因为你一遍一遍地把他叫到我们的面前，我才起了了解他的心思。那个时候我在想，为什么他不生气呢？情绪这么稳定，一定是背地里偷偷喝中药吧。再到后来，我就慢慢有了好感，想要更了解他一点。乔晶晶崩溃了，她捂着脸坐在地上痛哭，吸引了周遭所有人的视线。可她顾不得了，只是哽咽着，一遍遍重复着：对不起，对不起，我的医生说，是我自己一点一点把你推远了。陈峰，如果那时候我可以正常一点，不那么偏执，我们有机会的，对吗？如果那时候我愿意乖乖去看医生，你会陪着我走出来的。我打断了他的话，然后当着他的面亲吻了许嫣。今天我没有赶你出去，是因为我的妻子默许你留了下来。但是对于你，我只能说感谢你让我和许嫣相遇。我救了他，我不欠他。后来他羞辱我，乔阿姨给我钱也抵消了。再多的交集就别有了。听说那天乔晶晶一口席都没吃，只是看着我们一直哭。她说她明明只是想证明我爱她，为什么会把事情搞砸呢？我的室友兼员工坐在旁边，给了她致命一击。她说，大姐你没事吧？人家陈峰说得很清楚，他又没爱过你，证明个屁。但我们并没有人关心他的情绪。我和许嫣在台上深情对望，在司仪的询问中，认真而又热烈地告诉彼此，是的，我愿意。后来听说乔晶晶在国外自杀了，她一个人沉默地坐上了回国外的飞机，然后在落地的一瞬间，从包里拿出一瓶农药，一饮而尽。飞机场无数人看到她倒地口吐白沫，尖叫着叫救护车，却没能把人救回来。她甚至早早留下了遗属，把自己卡里的钱全部留给了我，而我只是把这笔钱交给了乔阿姨。整个故事里最可怜的便是这个女人，因为乔晶晶小时候的疏忽，她付出了大半辈子，一直为了治好女儿而努力，最终还是失去了她。她的头发在得到乔晶晶死讯的时候就全部花白了，眼神空洞地望着窗外。陈峰，其实你也怪阿姨吧？阿姨可以制止她的，但是阿姨不敢。她好不容易可以和别人交往了，我怕一个不妥当，她又变回那个样子，所以我只能装作看不见，任由你被晶晶欺负。这都是阿姨的报应，都是报应。她双手捂脸，哭得声嘶力竭，一点点地讲述着自己的辛苦。乔晶晶的爸爸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出轨了，他甚至想让乔妈净身出户。乔妈为了女儿设计了一场事故，从此一个人带着女儿打拼。可是他为了养家，忽视了乔晶晶，害得乔晶晶变成那个样子。再后来，又为了让乔晶晶恢复正常，把她宠上另一个极端。一步错，步步错。乔阿姨把乔氏交给了我们，然后去自首了。在我上任的第一天，许嫣提着便当来找我，老板，缺女秘书吗？有事秘书干，没事干。我捂住她的嘴，将她拖进了办公室。缺，衣服穿好，简历留下。秘书就算了，当个老板娘吧。好了，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谢谢大家。